数位游牧，这个时代最迷人的海市蜃楼。我们以为切换了 IP 位置就能重启人生的演算法，我们以为物理做标的转移等同于意识维度的跃迁。但当你在巴厘岛的晨雾中打开笔电，或在柏林的咖啡馆里连上加密网络时，大脑的海马回正在经历一场隐秘的地图重构。你的位置细胞正在虚拟与现实的夹缝中疯狂放电。神经科学告诉我们，大脑是一台预测机器。当外部环境的参数持续以高频率变换，大脑会耗费庞大的代谢能量来重建对于家的本体感觉。这是一种神经元层面的时差。这就是游牧意识的底层架构核心难题：如何在无垠的数据洪流与物理迁徙中，为灵魂找到一个不随 Wi-Fi 讯号强弱而波动的固定锚点。在量子力学中，粒子的状态在被观测前处于无限的叠加态。游牧者正如同那颗尚未坍缩的粒子，你同时属于曼谷、里斯本、麦德林，却又哪里都不属于。这种全息投影般的存在感，若没有强大的内在意识作为观测者，很容易导致自我边界的溶解。你会在不同时区的切换中患上本体论层面的晕眩症。道家经典《道德经》云：静谓躁君。静止是运动的真正主宰。游牧的终极奥义不是无止境的移动，而是在急速的位移中建立一个绝对静止的内在奇异点。这个奇异点就是你的锚，它不依附于任何地理坐标，而是建立在你神经系统的神经回路之中。它是你携带在细胞记忆里的便携式圣所。当多巴胺驱使你追逐下一个城市的刺激，你的前额叶皮质必须如禅僧般觉知，所有的外部风景都不过是内在意识荧幕上的像素变化。那么，我们该如何锻造这把不受磁场干扰的内在罗盘？如何在这个以演算法驱动的世界上，成为一个真正拥有主权的心灵游牧者？第一步是重新定义根的概念。在传统的神经生物学中，归属感源于长期暴露于相同的环境刺激中，这让大脑的默认模式网络 DMN 得以放松，进入低耗能的休眠状态。但对于数位游牧者，你的大脑永远处于一种高警觉的适应期。从货币汇率、语言到超市里的商品摆设，无疑不再消耗你的认知带宽。这被称为游牧者决策疲劳。要破解这个耗能的回圈，你必须建立微观仪式。这不是宗教意义上的崇拜，而是为神经系统植入的可携带性触发器，一个跨越空间的量子纠缠点。也许是每天早晨用同一个特定温度的手冲咖啡，也许是睡前10分钟专属的呼吸频率。当这个微观仪式被启动，你的副交感神经会瞬间接管，告诉大脑，我们在家，我们很安全。这种仪式超越了经纬度，你将物理空间的变量降为成了内在状态的常量。你在世界各地的 IP 位置间穿梭，但你的灵魂始终连接在同一个内在伺服器。其次，觉察你的虚拟自我与实体自我之间的分裂。在网络上，你是高效的创作者，无国界的自由职业者；在肉身层面，你可能只是个在异国街头迷路的孤独旅人。这是一种现代独有的精神分裂。在禅宗里，我们讲求身心一如。如果你的意识高频率地活跃于云端，而你的肉身被遗忘在某个时区的出租公寓里，灵魂的引力就会失衡。为了修复这种断裂，你必须刻意进行物理接地 grounding。无论抵达哪座城市，去触摸当地的土壤，去感知当地的气候湿度，让双脚的受气向大脑传递真实的重力数据。
当你的脚底板与地球表面的舒曼共振 （Schumann resonances） 对齐时，你才算真正登入了这个物理维度。你的数位存在与物理存在在此刻发生了量子叠加。游牧的艺术在于入戏与出戏的自由。你能深刻体验每一座城市的脉搏，却不对任何一处产生执念，因为你知道一切皆是意识的投影。我们必须谈谈多巴胺，数位游牧者最危险的主人。大脑的奖赏机制被设计成追逐新奇性，每一个新的签证、新的 Airbnb、新的异国面孔都在引发多巴胺的狂欢。但多巴胺关乎渴望，而非满足。当你习惯了用地理空间的切换来获取快感，你就会陷入一种享乐适应 hedonic treadmill。风景越来越美，你的内心却越来越麻木。这就是为什么许多游牧者在环游世界几年后会经历深度的存在性抑郁，因为他们把逃避包装成了探索。他们在不同的 IP 位置间切换，只是为了逃离那个无法安住的自己。王阳明说：“心外无物。”如果你内在的代码充满了混乱与焦虑，无论你身处阿尔卑斯山还是加勒比海，大脑的投影机播放出的终究是同一个充满焦虑的全息影像。游牧意识的觉醒在于意识到，自由不是随时可以离开的能力，而是随时可以完全降落的能力。真正的锚点不是一个固定的坐标，而是一种全然临在的状态。当你在一座陌生的城市，不急着去打卡，不急着去消费体验，而是静静地坐在房间里，感受呼吸在胸腔的起伏，那一刻，你就是宇宙的中心。你将异乡调频成了故乡。在佛教的空性智慧中，万物皆无自性。巴黎不是巴黎，是你意识中关于巴黎的滤镜叠加。清迈不是清迈，是你投射在热带气候上的心理预期。明白这一点，你就会停止在外部世界寻找完美的乌托邦。你会成为一个心理学意义上的炼金术士，在每一个平庸甚至混乱的环境中提炼出内在的宁静。当全球的 IP 位置只是你切换工作站的背景代码，你的灵魂就不再是被动被环境形塑的粘土，而是主动编写现实维度的程序员。超越了哪里更好的二元对立，你达到了一种随处皆可的量子自由。这才是数位游牧的终极心法。让我们进入大脑的深层神经网络。神经可塑性 neuroplasticity 告诉我们，你的每一次关注都在重塑大脑的微观结构。如果你的注意力始终向外，不断搜寻哪里有最快的网速、最酷的社群、最便宜的物价，你的神经回路就会变成一个永不满足的雷达系统，永远处于匮乏状态。但如果你将这股强大的认知资源转向内在，进行心脑协振 （heart-brain coherence） 的训练，你的心脏跳动频率会与大脑的阿尔法波 （alpha waves） 同频共振。在这个协振状态下，你的生物磁场会形成一个独立的结界。此时的你不再需要依赖外部环境的安全感，你本身就是一台移动的定海神针。庄子云：“乘物以游心。”不要让外部的物资条件驾驭你，而是驾驭这一切变化的物质，让心神自由驰骋。这是一种最高级别的认知主权。当你的固定锚点深扎于内在的虚空，你便拥有了真正的世界公民身份。因为整个地球都不过是你在这具碳基载体里体验一场短暂全息游戏的场景。你可以毫无牵挂地离开，也可以全心投入地留下。没有患得患失的 FOMO 错失恐惧，没有寻找完美栖息地的执念。你所在的每一寸土地即是道场。游牧意识的完成
是从逃离者向见证者的进化。你不避讳现代世界的喧嚣，你只是安静地坐在风暴的中心，看着数据与风景如云烟般穿透你。这就是高阶的数位游牧，将科技的羽翼嫁接在古老灵性的根系上，在最虚拟的网络里保持最真实的扎根。因为宇宙本身就是一场宏大的游牧，行星在漂移，星系在扩张，唯有那创造一切的空无亘古不变。成为那个空无吧。现在，无论你身处哪个时区，无论你的肉身在哪个国度的床榻上，允许自己从无尽的移动中停下来，关闭外在的导航，切断大脑中那些关于下一个目的地、下一份合约、下一次班机的背景运算。此时此刻，你不需要去任何地方。深深的吸气，感受空气进入你的肺部。这口空气与在喜马拉雅山、在亚马逊雨林、在东京街头的空气本质上毫无二致，它们都是生命的馈赠。缓缓的吐气，将所有因为适应新环境而产生的神经紧绷随着气息释放，告诉你的大脑，警报解除了，我们现在很安全。想象你的脊椎是一根充满光的光柱，光芒向下延伸，穿透你所在的床铺，穿透这栋建筑的地基，深深地扎入地球的核心，与地球的频率同步。你拥有一个随身携带的家，它不受签证限制，不受时区干扰，它就存在于你每一次的呼吸之间，存在于你绝对平静的觉知之中。放下游牧者的疲惫，放下对于自由的执着。真正的自由是拥有随时安放灵魂的能力。现在，把灵魂安放进这片温柔的黑夜，让意识的边界逐渐模糊。你不再是那个在世界地图上不断移动的坐标，你融入了周围的空间，你成为了空间本身。在无垠的虚空中，你的内在奇异点稳稳地锚定着你，进入那没有边界、没有焦虑的深层睡眠吧。晚安，宇宙的旅人。我们在下一个充满觉知的早晨再见。